外媒声称，中国的歼轰20拥有轰20的航程与歼20的战斗力，真有这样的武器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军事专家彼得·苏丘在美国媒体1945上发表文章称，中国除了正在研制隐身战略轰炸机轰20以及歼20的双座型以外，还在发展一款隐身的战斗轰炸机，其代号为歼轰20。这种新型的战斗轰炸机具备优异的超音速隐身和战术轰炸能力。更奇葩的是，这位美国的专家称，歼轰20拥有轰20的航程与歼20的战斗力，认为歼轰20可以进行远程核打击，其航程甚至堪比战略轰炸机，其作战半径可以达到4000到6000公里，但是载弹量要比轰20小得多。他认为歼轰20最厉害的一点是，还具有相当强的机动性和空战能力，可以搭载先进的空空导弹进行超视距作战。那么他的这个评述靠谱吗？中国是否在发展歼轰20这款新型的作战飞机呢？我们先来看看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以及战斗机之间到底有些什么不同。战斗机一般被归入战术型飞机之列，它们的主要使命任务是夺取制空权，在必要的时候呢，也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发动攻击。这种飞机的机动性非常好，而且呢，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甚至是超音速机动或者是超音速巡航能力，是作为一个国家夺取制空权或者是防卫领空安全的重要手段。而战略轰炸机其特点是航程远、载弹量大、突防能力强，能够对敌方的远程战略目标发动精确打击，或者是对敌方的大面积目标实施地毯式轰炸。相比于战斗机，战略轰炸机的航程大约是它们的5倍到10倍，而载弹量也是战斗机的5倍到10倍。当然，战略轰炸机的机动性可要比战斗机差很多了。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战略轰炸机需要战斗机为其护航。但是，由于二者的航程和活动半径差距巨大，因此战斗机很难全程为轰炸机提供保驾护航，而战斗轰炸机一般与重型战斗机相当，或者是略大，它的航程、载弹量要比一般的战斗机可能要大一些，但是大的有限。与远程战略轰炸机相比，战斗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一般不超过2000公里，有的呢甚至只有1000多公里。但是它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既能够当轰炸机使用，也能够当战斗机使用。起码它的机动性能要超过战略轰炸机，接近于战斗机，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他们突防和实施对地对海打击任务的时候，一般可以不需要战斗机为其护航。从中呢可以看出来，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是3种不同的机型，它们所能够执行的使命任务也是有巨大差别的。可以这么讲，战略轰炸机执行的主要是战略任务，而战斗轰炸机执行的多半是战役、战术性任务。而战斗机，它的主要使命任务是战术性的，这是3者之间主要的区别，从而呢导致了它们的航程、载弹量、飞行速度以及机动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别。那么未来的战斗机也好，战斗轰炸机也好，远程战略轰炸机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突出了隐身能力。无论是用于空战还是用于远程突防，隐身能力都是必备的。其主要差别就在于速度、活动半径和载弹量上。那么，这位美国专家所提出来的
歼轰20方案，既具有战略轰炸机的攻击能力，又具有战斗机的机动能力，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可以说难度极大。一般而言，要想飞得远，你的机内载油量就要大，飞机的尺寸相对来讲也要比较大。那么个头大了，机体的结构强度就必须相应进行调整。无论是起飞重量还是翼载荷，都与普通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存在着很大差别。它的机动性介于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之间，它的航程也是介于这二者之间。只有飞行速度有可能和超音速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相当，或者是以战斗机相当，其他的战术技术指标很难融合在一起。因此，这3种不同的飞行器，可以说它们的使命任务不一样，设计的特点也不一样。那么，中国需要不需要开发一款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的隐身战斗轰炸机？这个还要根据我军的需要与可能来确定，而不是根据某些外国专家的推测来确定。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